2025年呢，很快就要到了。那我今天呢，给大家解析一下12生肖2025年乙巳蛇年的这个运势。在这一年呢，乙巳蛇年五行属火，各个生肖运势将在五行及它的吉星凶星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今天我将根据生肖的命理为大家详细解析不同生肖在这一年中各个方面运势情况。希望呢能够帮助朋友们趋利避害、趋吉避凶请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我好好的讲解。首先呢，解析生肖鼠因为2025年呢，这个乙巳蛇年，那属鼠的人整体的运势不仅受到了五行的影响，还会因为吉星凶星的加持而有所波动。那乙巳年五行它本身是属火的，那属鼠的五行属水，两者呢形成了这种水克火的关系。那属鼠的人呢，能力他还是比较有能力的。属鼠的人呢，他有能力去化解这个困难。但是这一年呢，属鼠的人的运势会受到吉星和凶星的影响，在某些月份吉利，但是呢，某些月份呢需要格外的小心。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展开说一下，不仅仅是属鼠的人。各个属相在全年运势中，它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吉月和灾月这个好几个属相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在知道你自己当年的这个运势后呢，这个灾月可以通过我们道家的这个方法来规避来避免灾祸。那这个比如说这个犯太岁了，那属鼠的这一年呢，尽量的在这个太岁的年份里边呢，避免去投资过大的这种这个投资身体方面呢也要注意一些因为乙巳年它火旺的话呢，尤其是心脑血管心脑血管这个就是要注意一点。那在财运方面，这个2025年属鼠的人呢，因为有天德和月德两大吉星的加持，这两颗吉星象征着贵人相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属鼠的人容易获得上级或者是长辈的支持，帮助解决财务上的难题。那此外呢，吉星福德也是为属鼠的人财务上的稳定提供了保障。特别是呢，帮助这个属鼠的人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这种财务上的这种问题他会由这种吉星这个护佑，会平安的度过。不过在凶星方面呢，属鼠的人需要警惕这个灾煞与这个天恶星这两颗凶星。那这两颗凶星呢，就是容易给属鼠的人财务会带来突如其来的损失或者是意外的开销。特别呢是在涉及这大额投资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那凶星影响夏季，尤其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它这个因为它的火性会更大，所以说呢，属鼠的人在这个时候要做好这个资金的储备，避免是因为这个市场的波动而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失。那在财运方面呢，这个
2025年属鼠的人啊，他的这个吉利的月份集中在农历的2月份、5月份和9月份。那这几个月啊，对于属鼠的人来说，他受吉星、天德星和月德星的这种照拂，财务运势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适合进行长期投资或者是财务规划。在这段时间内呢，属鼠的人有望通过贵人的帮助获得额外的收入，特别是在合作项目和团队协作方面会有所收获。到4月份的时候，属鼠的人7月和11月需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几个月受凶星灾煞或者是天恶星的影响，财务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投资风险方面会容易加大，资金的流动这个可能会出现紧张的情况。所以说尤其是你不熟悉的行业，那比如说你像这个股票，因为它的这个波动性和不可控性太大，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这种欲望把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可能出现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状态一定要这个控制好。另外一个属鼠的人，他需要谨慎处理投资的这种事物，避免过度的去冒险尤其是像这些基金，刚才我讲了基金、股票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投资风险比较大的这些东西确保手头有充足的这种储备资金，以应对突发的这种情况。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那在事业方面，属鼠的人呢受吉星、天喜星的这个影响比较大。那这颗星呢象征着事业上的机遇和贵人的相助，尤其是在团队协作和跨部门的合作时属鼠的这个人能够获得来自同事和上级的认可，事业进展顺利。同时呢，吉星福行也是属鼠的人会给这个带来这种好运的，特别是在涉及到升迁、职位调整或者是这个项目的竞标时，属鼠的人都会在竞争这个时候占据很好的优势。所有的事物都是正反两面的，那有吉星也有凶星，它凶星有这个孤辰星和白虎星，这对于属鼠的人来说呢事业上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孤辰星容易让属鼠的人在职场上感到孤立无援特别是当面临复杂的时候，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支持。白虎星呢，则可能会带来意外的职业上的一些变动甚至职场上可能会出现小人作祟给属鼠的人带来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呢，在处理这个工作事务时呢属鼠的人需要多加小心避免被不良同事影响就是影响自己的这个判断吧。另外，属鼠的人在农历的3月、6月我说的是农历农历的3月、6月、10月，事业运势
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那这几个月吉星天喜与福星的能量比较强，所以他在职场上呢会表现得格外的突出。这个时候呢，就适合进行业务扩展或者是项目的推进，尤其是在重要会议或者是团队协作当中表现比较出色，容易获得上司的这种青睐和支持。如果属鼠的人跳槽或者职位有这种变动的这种打算，那这几个月也是不错的时机。想跳槽可以，就在这几个月，跳一跳槽。所以事业上的这个凶险的月份，集中在农历的4月、7月和8月，有好就有坏。这几个月，这个属鼠的人需要谨慎的处理，尤其是与同事相处，或者是与上司的这个关系上面，这几个月出现了这个孤辰星和白虎星，这些凶星会影响这几个月的运势，它会容易导致工作中的这个误解或者矛盾，尤其是在复杂的这种团队的项目当中，属鼠的人可能会遇到沟通不畅或者是分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要是想急于推进这种新的计划，那可能会因为这个合作不顺或者外部环境变动，会导致事业的这种受阻。这是我们这个在职场中2025年属鼠的人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2025年他感情方面有什么问题？他这个感情容易受到这个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的影响。说到这个红鸾星和天喜星，可能有些这个朋友们不太这个熟悉，我给大家讲一讲。红鸾天喜都是主异性缘的。如果你是这个单身，就喜欢碰见红鸾和天喜星但是呢，如果要是你是这个我们也称为这个桃花如果你不是单身的话，是有家庭的话也容易碰见这两个天喜星，容易碰见这个桃花但是这个桃花呢，我们一般称为桃花煞尽量我们也不这个提倡去这个在有家室的情况下去触碰这个桃花主要就是单身的单身的属鼠的人，那在这一年会有较多机会结识合适的对象。红鸾星呢，它这个呢是主感情之源预示着有新的恋情的可能性，而天喜星则是象征着感情上的这种喜事，甚至有步入婚姻殿堂的机会。天喜星就是有喜事，红鸾星就是有异性缘。但是属鼠的人也会受到凶星、天狗星和指被煞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属鼠的人，那感情生活可能会因为这个生活的琐事或者工作压力出现摩擦。天狗星呢，
它是主这个是非口舌的，容易让属鼠的人与伴侣在沟通上出现分歧，导致感情关系受到影响。再一个呢，在感情方面，吉利月份为农历的2月份、3月份和9月份。在这几个月，单身的这个属鼠的人，他感情运势会比较旺，有机会通过朋友或者是社交活动认识到心仪的对象。那对于这个自己有伴侣的人来讲，那这几个月的感情是较为和谐的，适合一起规划未来，特别是在感情发展或者是婚姻安排上，会有比较顺利的这种进展。那感情上呢，它这个比较不好的月份，主要是集中在4月、7月和11月。那这几个月份呢，属鼠的人需要特别的注意，与这个伴侣之间的沟通问题，凶星天狗，容易引发口舌之争。那尤其呢是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属鼠的人与伴侣的关系呢，可会容易出现这种比较紧张这种情况。建议呢，避免在这几个月份讨论敏感的话题，并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冷静。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经验，就是每天早上千万不能和家人吵架，只要一吵架，这一天都会不顺。所以我们有句话叫“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一年立春那一天是极其关键的，立春那一天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我们民间呢，这老人都知道，这在立春这一天，千万不能和家人吵架，不能打骂孩子，也不能这个摔破锅碗瓢盆，否则的话，这一年都会不顺的。这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立春这一天是非常关键。还有一天就是大年初一这一天，这个大年初一也是一样的，不要打骂孩子，不要吵架，不要给家里边人找事儿，高高兴兴的、乐乐呵呵的，你这一年就会非常的顺。如果你打破了杯子，或者是和这个夫妻两个吵架了，和父母吵架了，那你这一年就会各种不顺。同样，每天的早晨也非常重要，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你起来和这个爱人拌了几句嘴，你就可以发现你这一天就不会顺了。到单位里边，领导训斥你，心情不好了，你可能会转嫁到你的下属，下属也会非常的反感你，你做什么事儿都会不顺。前2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这个道长，我怎么这么背呢？今天，他说早上这个出门发现车胎被扎了，然后呢去修车，修车，因为那个地方呢只有这个补轮胎的
没有洗车的，又找了个洗车的，结果人家还不开门，就是车也脏兮兮的，就去这个办事儿去了。结果呢，因为他那电动车，没走多远，发现电没电了，忘充电了。这呢上高速了，好不容易找个地方充电吧，上高速了，还就那么寸。这个高速一般这边呢都是用的这个BRT 的这个卡啊，就是ETC 的那种高速卡，它是自动扣费的。但是它这个在一个区域内是免费的，比如说它这个城市上高速就是围绕着转这一圈儿，啊，它是免费的。但就那么寸，它这个卡就不能用了，就坏了。坏了，他走了这一段高速，本身应该免费的，结果又掏了几十块钱，因为没有这个卡是不能免费的，这个卡还得再去找他们去看看哪儿的问题，还要修一下。他说这么不顺，我说你早上是不是和老婆吵架了？他说是啊。这个早上起来就和老婆，这个因为这个吃饭的问题，早上谁没有起来做饭呢？这个起来晚了做晚了，啊，吵了2句嘴，结果出来一天的不顺。所以说呢，这个它每一个属相啊，在这一年它都会有自己的这种运势的这种波动，啊，也会有吉星和凶星的这种影响。那如果你碰到了这个吉星天德和福德，有助于缓解健康方面的这种压力，啊，帮助属鼠的人面对疾病或者身体不适时，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它会快速恢复健康。所以在这一年里面，需要注重休息和合理的饮食，啊。那吉星的影响将为这个健康，它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这个当然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个吉星也有凶星，那你凶星有天恶星和这个劫煞星的这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呢，给这个属鼠的人呢，健康上会带来隐患。那尤其呢是在上半年，凶星的影响可能会让属鼠的人这个感到身体疲惫，啊，容易因压力过大或者是长期劳累而引发健康问题。所以属鼠的人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生活作息，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那健康方面呢，它这个吉利的月份呢，会是在这个阴历的5月、9月和12月。因为这几个月对于属鼠的人来说，身体这个状况较为稳定，特别呢是在下半年，啊，随着这个火势减弱，啊，属鼠的人身体逐渐的它会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建议呢利用这些这个吉利的月份，啊，来加强锻炼，并保持健康生活的方式，啊，维持这个体力与精神的平衡。那健康上这个不好的月份有哪几个呢？农历的4月、6月和8月，那这几个月属鼠的人容易感到身体疲倦，尤其呢是在夏季气温较高，啊，属鼠的这个人容易
这个中暑，或者是有这种季节性的这种疾病。另外呢，这个凶星劫煞也会带来意外的风险，或者这种方面呢，也是要注意一点啊。所以说这些月份呢，需要格外的小心，避免过于危险的活动。你比如说，大运动量的跑步、爬山，实际上这些运动啊，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危险的运动。因为它这种大运动量的，你突然大运动量的这种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活动，在我们中医或者是道家，我们都是不赞成这样的剧烈运动的，它会对心脏会造成这种非常不好的影响。好，那么对于属鼠的人，我们再总结一下，2025年啊，这个乙巳年啊，这个总结一下，它的运势上面呢，它这个因为有吉星和凶星的影响，它会呈现出波动的这种特点。那在吉星的这个护佑下，啊，它会带来财运、事业和感情上的这种进展；而凶星的影响，则会这种提醒啊，这个属鼠的人需要某些关键的时刻谨慎行事。财运方面呢，吉星月份为2月、5月、9月，啊，凶星的月份呢是4月、7月和11月。的事业运势吉星，它是在3月、6月和10月。凶星呢，它是在4月、7月和8月，这是比较不太好的。那感情上面，这个吉利月份是2月、3月和9月。不好的月份呢是在4月、7月和11月。那健康方面，它吉利的月份呢是5月、9月和12月。啊，它凶险的月份呢为4月、6月和8月。所以说呢，在这个属鼠的人在这一年里边，虽然面临着五行这个水克火的这种挑战，但是吉星的帮助将大大提升你的运势。只要是保持理性、冷静应对生活的这种波动，就能够在未来的2025年会获得更多的机遇和收获。